嗨，大家好，我是大明，这里是 Dimin Studio。最近我会来跟大家聊聊我的舞台经验与这几年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也把解决的方法分享给你，希望对正在学口琴的你有帮助。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和弦口琴的私掐奏法。那和弦口琴在重奏音乐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和弦的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和声色彩，搭配我们的舌头，搭配我们的喉咙，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所以它可以让整个重奏音乐听起来更丰富、更完整一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私掐的奏法。台湾早期有很多人称为呼掐，其实他们都在指同一件事情，就是正拍在空拍的时候，我们补一个正拍的音；在反拍的时候，我们用掐掐这个字来让这个节奏更明显、更鲜明、更清楚。那掐在讲的这个字的时候，你的舌头是往后再往前，掐掐掐。好，那撕的时候，把上下两排牙齿闭紧，气流会从左右两边往外流。所以你的动作看起来就是掐掐掐掐掐的时候，下巴往下拉，掐掐掐掐。吹气与吸气相同，这样你就可以做出完整的私掐奏法的这个样子。练习私掐这个奏法，我们需要从速度慢的到速度快的，让你的嘴巴、让你的舌头去适应你现在吹奏的这个嘴型，好，去熟练它，然后也训练你的舌头，让它的肌肉更为强壮一点。好，接下来就示范几个简单的和弦进行，搭配私掐的这个方法，好，让大家听听看声音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在反拍的地方加入16分音符，让它听起来再稍微复杂一点，用相同的和声进行。那我们也可以在正拍上加入喉音，然后在反拍的时候让它再复杂一点，让它变成16分音符更多个，所以听起来会再丰富一点，然后速度也往上升，所以你就可以做出相对复杂的节奏。下一个片段是由台湾 Judy's 口琴乐团所编写的《屋顶上的提琴手》4重奏版本。它在快板的地方有一段大量的使用这个私掐奏法，好，一样吹给大家听。和弦口琴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重奏的乐器，所以如果你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重奏音乐朋友，那你应该要感到非常的幸运，并且珍惜你们现在一起团练的时光。最后，这个影片如果帮助到你，也欢迎你分享给所有喜欢吹口琴的朋友。这里是 Di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次见。